这个小伙疯狂虐树，不仅在树上钻洞，还拿烧红的铁条插入树中，甚至还用大火烧树，给树钉上一排排的钉子。这样还不够，看着他拿的那些不明液体，居然是要给树输液。而正是这些残忍的对待树木的方式，反而让树木的身价高涨，每年都能赚取千万。这个小伙名叫李一龙，是泉州永春县人，自家种有15亩的沉香树，每天都和这些树木打交道，所以他对这些沉香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2012年，大学毕业的他决定回乡跟着父亲种树。其实他回村种树并不是盲目决定的，而是考察过情况。由于沉香树生长缓慢，多年才能结香，因此当地村民不能给加工厂提供足够的原材料，工厂经常从外地购买沉香。恰好父亲所种的沉香树有不少已经结香，除了送到当地的加工厂，他还在网上宣传自家沉香树。一些企业看到之后主动联系李一龙。回乡第1年，他就赚了10几万。村里人看到了他的能耐，连连称赞。沉香树对环境要求很高，害怕霜冻。虽然当地处于低纬度地带，1年中大部分期间温度比较高，可是在冬天还是有短时间的霜冻。而霜冻可能会给沉香树带来致命的打击，直接将一些树苗冻死。李一龙也害怕沉香受损，在冬天挺不过去，一直在当地寻找更适合的种植基地。最终他发现海拔300米以下的地区，冬季气温也比较高，更适合沉香树的生长。2014年，他打算扩大规模，可是沉香树管理成本很高，100亩每年需要30多万元。他手中没有那么多钱，于是打算成立合作社，和村民一起合作种植。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李一龙免费给村民提供树苗，还表示出现问题都会上门解决。村民没有后顾之忧，愿意加入他的合作社。沉香树需要管理多年才能卖钱，免费发放树苗已经花费了很多钱，李一龙要如何维持平日的花销？好的沉香每克就能卖到1000元，如果能将基地的沉香树都种好，李一龙绝对能够赚到大钱。然而树木结香需要等待很长时间，他必须想办法赚钱，才能维持正常的开销。当时辣木子树在市场上需求很高，辣木子的叶子和树梗都可食用，广东、云南等地的消费者很喜欢用它炖汤炒菜。李一龙便将目光放到这种树上，而辣木子树和沉香树在生长习性上大不相同。沉香树喜阳，辣木子喜阴。他在基地采用套种的方式，被阴处种的全部是辣木子。每斤辣木子的价格高达1000元左右，种植的第1年他就赚到大钱。更多的村民愿意和他一起种植，甚至还有人投资入股，因此他的手中有100万资金。这时李一龙满脑子都是扩大规模的想法，于是他又到银行贷款，用所有的钱种植了500亩树木。承包田地花了很多钱，之后他必须精打细算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在购买树苗的时候，他特意选购了小树苗。没想到这1年的冬天异常寒冷，当地迎来了大面积霜降，幼小的沉香树根本不耐寒，死伤惨重。李龙亏损了很大一笔钱，投资人看到这种情况撤资走了，村民也不与他合作。一夜之间，只剩他与一位合伙人苦苦坚持，两人互相依靠，互相信任。收拾好烂摊子之后，他决定重新种植树木。这一次吸取了之前失败的经验，选择大一点的树苗。大树苗不仅长得更快，抗寒能力也更强。如果这批树苗全部都能够正常生长，他就可以还清欠下的巨额债务。一般情况下，一棵沉香树的生长周期在6年左右，而有的沉香树生长时间更长，可能在20-30年。同时，不是每棵沉香树都能够结香，不能结香的树木被称之为白木，价格并不高。李一龙心急如焚，想要快点让基地的树木结香，但当时最新的技术也需要10年的时间。那段时间，为了找出更好的结香办法，他废寝忘食查阅资料，经常半夜还在上网浏览信息。综合了多方面的经验，他真的成功找出了一种快速有效的方法。李一龙如何让沉香树更快结香？李一龙总结了一套方法，成功让沉香树在1年之内结香，并且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还赚到了更多的钱。
通常，种植户为了让沉香树早日结香，会采取一些人工手段，因为沉香就是树木受到损伤后，树体不断分泌树脂，而树脂又会浸润树干，在长时间的沉积下就会形成沉香。人工结香就是人为将树木弄伤，一般采取的有砍伤法，用大刀砍伤沉香树，形成伤口，伤口附近会分泌树脂。还有凿洞法，直接在沉香树上钻取圆形小洞，再用泥土封闭小洞，刺激树木分泌油脂。另外，有的养殖户还会使用接菌结香、半断干法等。一开始，李一龙采取的方法就是砍树，并在树上凿洞。后来，为了加快加销速度，他给20亩的沉香树注射菌液，想通过这种办法刺激树脂分泌。却不想菌液剂量太大，导致沉香树开始腐烂枯萎。为了找出合适的剂量，他反复实验，花费了很长时间，终于调制出了合适的菌液浓度，既不伤害沉香树，还能够提高沉香产量。可是，人工结香和自然结香在品质上还是有所区别。自然情况下，树木自己结出的香更好闻，味道也更让人舒服，价格也更高。自然结香时间太长了，李一龙等不起。为此，他决定留下一批树木，让其自然结香，剩下的树木同时运用各种人工结香办法，刀砍火烧，穿洞打针。在不懈的努力下，他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。2018年，年销售额达到800万元。赚到钱后，他又想尽办法让沉香价值最大化，把自家的沉香分级售卖。好的沉香采取零售方法，一克高达1000元，品质不好的价格相对也低，成批售卖。无意间，他发现沉香树叶还可以用来做茶，因此找到了一位茶叶经销商。两人联手合伙打造出别具特色的沉香茶，并且很受人们欢迎。敢闯敢拼的他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种树过程中的难题，不畏艰难险阻，眼里满满都是希望。他目标明确，毕业后就选择回乡种树，没有盲目跟随大流，而是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现在，他的合作社有50多名成员，大家一起跟着他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未来，李一龙还决定不断进步，开发出沉香更多的用途。相信他的生意会更加红火，规模也会越来越大。你觉得他结香的方法残忍吗？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赞关注一下，方便您收看下期的精彩内容。